人在死后到底会经历什么？这是一部脑洞大开的韩国电影。他说，人在死后将会进入到7重无间地狱，那里分别对应着7种罪行，所有亡魂必须在49天内接受地狱的审判，只有全部被判定无罪的人才能投胎转世，否则将成为孤魂野鬼，在地狱里接受磨难。该片一经上映就拿下当年在韩票房冠军，看到最后无数人无不为之感动流泪。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，男主阿泰是一名消防员，在一次火灾救援行动中，他为了救一个小女孩不幸坠楼身亡，直到2个地狱使者来阳间接他，阿泰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。女使者看到手里的卡片后异常兴奋，因为阿泰是一个被标注为贵人的亡魂。要知道贵人在地狱中可是难得一见的稀有物种，不仅享有优先审判的特权，而且还可以得到使者团队的全程免费服务，这大大提高了死者转世的成功率。负责阿泰这次地狱之行的3位使者，一个叫德春，一个叫小麦，还有一个就是金牌团长江林。但是阿泰却一点也不待见他们，毕竟谁死了心情也不会太好。当德春把阿泰的标签放进地府入口的闸机后，他不禁激动地拍起手来，因为他们还从来没遇到过以义字为名的贵人。看来阿泰生前果然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大好人。可当他们进入到第1层地狱后，眼前的一幕让3位使者全都傻眼。身为贵人的阿泰，地府首秀竟然是杀人地狱。原来每个亡魂所要经历的7重地狱审判，其审判的次序是按照死者生前的罪行由轻到重进行排序的。第1关是杀人地狱，这说明杀人居然是阿泰犯下的最轻罪行。阿泰听后十分困惑，因为自己从来就没有杀过人。江林向他解释说，间接造成他人死亡也是要接受审判的。杀人狱这2年可没少接待那些网络暴力的键盘侠们。这时一旁的小麦不小心透露了一个机密，他说看视频点赞的人一般都能顺利通过这一关。就在这时，地上的石板突然开始裂开，一个巨大的熔岩深渊赫然出现在阿泰脚下，下面爬满了因杀人罪被判灼烧的亡魂。阿泰本能的伸手去救人，可突然听到身后一个男人大声怒吼，他便是掌管杀人地狱的变成大王。稳定了现场秩序后，地狱判官开始宣读阿泰所犯下的罪行。原来在一次救援行动中，阿泰抛弃了受伤的队友独自离开，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，间接导致了队友的死亡。听到判官的控诉后，内疚的阿泰低下头无言以对。而这时一旁的江林站出来为他辩护，他用液镜重现当时的情景。原来在救援时，阿泰队友被压在了一块石板下，为了营救其他伤者，队友让阿泰先去救其他人。可当阿泰准备返回去营救队友时，大楼突然坍塌了。这件事也成为阿泰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痛。然而在这次救援行动中，虽然队友不幸牺牲，但阿泰却成功救出了8个人，8个素不相识的人和一个自己亲密无间的队友。生命若有轻重的话，那又该如何评判呢？江林不愧是地府的最佳辩手，了解事情的真相后，变成大王做出最终宣判。他不仅宣告阿泰杀人罪名不成立，还大加赞赏了消防队员大义无私的精神。第1关总算是有惊无险的通过。在冥河的渡船上，阿泰终于知道3个使者为什么要如此竭尽全力的帮他了。因为地狱使者只有在1000年内帮助49个亡魂转世成功，他们自己才能获得投胎重生的机会。而在过去的数百年里，江林团队已经帮47个死者转世成功。作为首个以义字为名的贵人，阿泰极有可能成为他们第48位转世亡魂。但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，作为控诉方的判官们也会不遗余力地寻找阿泰的罪行，因为如果能把贵人定罪，判官们也将获得地府的特殊奖励。阿泰的第2关是审判死者是否虚度人生的懒惰地狱。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由于阿泰生前刻苦勤勉、积极向上，掌管懒惰地狱的楚江大王不仅没有起诉他，反而在听了他的生平事迹后感动不已，提出要为阿泰立一座丰碑供后人学习。本以为可以就此顺利通关了，可当楚江大王问他是什么力量驱使你如此积极勤劳时，阿泰的回答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。돈때문이었습니다。楚江大王顿时脸色大变，因为在地府，钱被定义为伪神，信奉钱的人比懒人还要罪大恶极。判官们见状，赶紧抓住时机，把阿泰的竹筏解开。随着竹筏一点点向后漂移，阿泰即将面临7重地狱中最残忍的刑罚。江林又该如何帮助阿泰度过这道难关呢？关注我，精彩马上为您更新。